我真的非常希望 Solio 有机会，拜托真的回到台湾，我搞不好真的会吹下去。这个展览，我们预期就只单逛了实体这一区，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呈现给各位，所以跟着我的镜头继续往前走吧。那其实 Auto Salon 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它并不是只有原厂会在这边展示，不然的话就跟一般的车展没两样了嘛。像 BBS 轮圈大厂都一定会在这边设置摊位，而且他们推出了全新的轮圈，名为 FL。那这款圈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因为他们导入了10年磨一剑的全新材料 Fortega， 据称不论是强度、轻量化的表现，都比过去的轮圈都还要来得优秀，甚至可以跟镁铝合金媲美。那这个轮圈呢，其实它包含在重量上面整减轻了10%。以我旁边的这一辆台康为例4咖装上去之下减重了22公斤。如果大家对于改装有兴趣或者是有认知的话，就知道轻量化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可是如果你的荷包够的话，这个框换上去绝对物超所值。LM 2024年刚好是这一款2片式锻造框的30周年，那现在呢，它也呈现在这边，所以这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轮圈。不过呢，我现在的目标是要去旁边的 Liberty Walk， 大家都知道，我有好几件他们家的 T 恤。我们摄影刚才看到觉得非常的新奇那我只能说刘姥姥进大观园啊，你们 DAD 每年都会做这种水钻特仕贴的密集恐惧症，这种所谓的 VIP 式样的车款也会是车展的一大重点。那只是呢，像这样子，有没有看到你眼睛都已经快要瞎的车，不过是刚好而已。还记得我们前几天不是有去 AP 的那在他们的贩售部，就是车辆中古车部门放了几辆车。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呢，并没有放置在贩售的车而是准备进入展场的车，就是我们现在一字排开看到的这一些。只能说当时看到，现在觉得非常的熟悉。不过放到展场之后呢，当然感觉会不太一样。那同样的 AP 的也会把他们在店里面的一些商品搬到这里来进行贩售。像刚刚看到的画框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部分我就不多做赘述，因为你往前翻前一支影片有更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现在挂到 Alfa Romeo 的摊位他们是以车灯为主的改装厂。如果你的车款即便是旧车，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全新的设计。为什么这样讲呢？譬如旁边的 R35 GTR 这样子就有一个全新的组件了，甚至那边还有 S2000那这一次这一间厂，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跟知户学联名推出了全新的尾灯 ，Supra 专用的，看起来有点M4 的风格那甚至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去代购，所以我等一下去问一下，我可不可以现场直接帮他带一组回去，来发亮给我看，有没有？哇，真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风格
哦。那我刚刚也询问了一下，就是可以在这边直接订购，在发货之后呢，就可以寄送到台湾了。那最近刚被 Brembo 收购的避震器大厂Öhlins 在这边也有展示哦。其实去年我来的时候，他们同样的也是有这么庞大的阵容，可是当时我可以说我有4只，现在我一直都不剩，唉。哦，我终于找到这一辆了，86改 Prius 车头的版本。那这一辆呢是 GTS Wide Body 哦，有没有看到？而且做出了宽体套件。其实之前在网络上面呢就还蛮知名的，必须要说了，完整度很高。那头灯的部分也用灯眉贴起来了，所以看起来就更加 Prius 了。好，那我们终于走到 Honda 的展区了。那他们这一次最主要的展示作品就是 F1 进化史。第一辆他们制造的 F1 到最后面有没有看到全新的有 Red Bull 彩绘的映入眼帘之下，你就可以发现哦，这一次 Honda 主要来讲就是要展现出他们品牌的热血氛围。只是在这个展里面有另外一辆非常重要的车，也就是重新复活的 Pirelli。有没有觉得不用买刚刚的 GR86 下去改哦，直接买这辆 Pirelli 就好了？其实之前在2年前，也就是日本移动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概念车。那如今呢，则是量产的原型车，映入眼帘就呈现在眼前哦。那由于门现在是不能打开的状态，不然的话就可以展现他们这一次特别的技术，也就是 S Plus Shift， 就是让他们本身的油电动力呢，在系统打开之后呢，可以更加的热血、更加激进，甚至还有换挡的感受，所以算是模拟的另外一种进阶哦，让这一辆如今第6代的 Pirelli进入油电世代之后呢，还可以保留原本当初的热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体的设计上面，就如同当时的概念车是比较内敛的，因为在Pirelli它的整个家族体系来说是比较所谓的小跑车，而且是有点那种约会车的味道，因此不会做得太过的激进。那这样子的风格呢，如今也传承到了这一个全新的车款上面。那通常我们走到 Honda 的摊位旁边哦，都一定会有他们的御用改装厂 Mugen 一字排开哦。这次的摊位稍微小了一点点，主要放的车款呢就是 Civic 了。那包含 RS 还有 FL5哦。那这2款车呢，他们的改装版本也会在现场进行展示。另外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套件哦放到整面墙上面，让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Mugen 现在为了 Civic 推出了哪一些的产品。那花了一些时间呢，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展馆，也就是 Toyota 的展区。那这一次最主要来到这边的目的，就是看这一辆暴力鸭，也就是 GR Yaris M Concept。大家可以看到，引擎是全空，居然变成后置引擎的设定，非常的特别。那采用的引擎呢，也跟一般市售的版本不一样，是 G201，也就是 2.0 升的动力单元哦。那我刚刚有稍微询问了一下，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改装呢？其实绝对是其来有之的。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短轴的车款，当引擎放到后面去的时候呢，原厂认为它的平衡会做得更好之外，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为了要增加前轮的转向角度，就可以变得更加的灵活。我们这次也见识到了 Gazoo Racing 的改装实力哦，在这辆车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当然，在澳洲沙龙能见识到的绝对不仅仅是名副其实的 JDM 车款，以及那令人愿意掏空荷包的改装补品。这里之所以极其迷人，同样的也是因为 Auto Salon 几乎可以说是日本人车生活圈最精湛的缩影，并且用一种极为华丽的模样呈现给世人。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各大自动车大学校的学生作品，也可以在浮夸当中展现创意和生命力。不过，因应时代的缘故，如今也可以在这场展览上面见识到一辆辆新锐的纯电座驾，无论是继承 Drift King 途龟式甩尾王知名的 Hyundai Ioniq 5 NDK Edition， 又或者由 Lotus 莲花所打造的电动轿跑车款 E-May 啊，皆让这每年一度的嘉年华会变得更带电、更具可看性。不过，正是因为如此，让我们在某个角落见识到集结英日台顶尖技术而生的近未来纯电跑车 Project V。OK， 那我们接着呢，又继续走到了英国小跑车 Caterham 的摊位哦。那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呢？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 Seven 非常有名嘛。但是这个来自英国的小车厂呢，他们其实也不断的试图要进阶，并且踏入电动车领域。旁边的 Project B 就是这一次全新的作品，这辆车可是他们所做出来的原型车哦。而且虽然是英国品牌，可是这辆车其实是实实在在的联合国加上了许多国家的元素，譬如雅马哈的马达，对，马达是雅马哈做的。而更重要的是，电池是由我们台湾的行进科技提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来到这边的原因。他们还采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布局，也就是 T 字形的设计，为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乘坐者坐在里面，就跟燃油跑车一样，有适合的高度，不会觉得好像被电池垫高一样。加上他们静默式电池的科技呢，续航力可以整整来到400公里，就他们目前的测试值。另外来说，因为是 T 字形的分布，所以呢，在整个的重心驾驶的感觉会更像是一辆房卡。那当然，这辆车在配置上面并不是只有如此，包含在内装方面，你甚至可以看到它的座舱配置非常的有趣，前面双座，后面只有单座而已。所以这算是 Coupe 吗？我觉得半个 Coupe 吧。那在单马达后驱的设计之下呢，这个就是电池就排在这边了。里面的电池芯就是在这辆车上面运用上，一共有2376颗这么的多，并且静默式的设计以及加热交换技术等等的，也让大家在冬天，譬如说在日本，也可以良好的行驶。那我刚才稍微询问一下，台湾究竟有没有机会买到这辆车？其实是有可能的，而且会在2027年正式的量产。以上就是我们这次造访 Tokyo Auto Salon 的走马看花，当然值得细细端详的布品和车款众多，光截取一部分就如此有可看性。如果真有兴趣，不妨亲自来一探究竟。毕竟每一届的展览就如同隔壁的迪士尼一般，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惊喜。但在预定下一次的机票之前，还是先为了自己购物一番才最实际。一つです。これね、セットになるんですよ。セットです。プリカワいい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买了什么？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买了一颗专制引擎的气缸回去做装饰品，上面还有愚公阿伯的签名。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我只是路过而已，被一群的摄影洗到我买了一颗转子回去。